大家好，我是 Somi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食人虾境风涛午餐斋的副本机制。这次副本两只王考验的重点完全不同。第一阶段正关口非常考验大家的机制保护与走位，而第二阶段午餐则是在技能联动机制上稍微吃重。特别是核心的杀意机制，如果只看文字叙述，可能会觉得很复杂，但其实原理很简单。为了让大家在开荒时能快速上手，我已经帮大家把所有的重点机制跟应对方法整理好了。只要进副本前先搞懂这些应对逻辑，大家在实战中就能第一时间马上做出反应。那我们从第一阶段正关口的机制开始讲起。首先是这场战斗最核心的机制，场地中间会有一颗橘黄色的球，游戏中叫做明光。我们后续要做的很多流程都是为了保护它，避免这颗球被 BOSS 摧毁。只要明光的血量一归零，就会直接造成团灭。接着要讲的一样是核心，但偏向辅助性质，月系。这招会随机指定2名玩家头上出现红色图标，同时脚下也会出现金圈。金圈读条结束后，会在这2位玩家的所在位置各生成一个互相连结的传送门。基本上正关口要出重大机制之前，都会先触发月系，让玩家生成传送门来应对机制。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预警系统，我们暂时先这样理解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回到实战流程来拆解招式。开场后，我们首先会遇到的招式月焰。正关口会对前方扇形区域进行火焰攻击，这招的范围极大，伤害也极高。应对方式很简单，在 BOSS 释放技能之前，赶快跑到他的侧边或者后方就可以了。闪过这招之后 ，BOSS 过没多久就会马上释放月耀星陨。场地中会召唤出3个陨石，到达固定的位置。陨石下坠的时候，地板会有金圈提示，记得走位时别被压到了。在这同时，系统会触发前面所说月系的机制，但这阶段我个人认为准备时间太短，我觉得没有很实用。陨石落地后 ，BOSS 会指定离他最远的玩家连续冲撞这一位玩家3次，中间不会更换目标。这边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，BOSS 的冲锋只要头上的红色图标一消失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转移到下一个陨石。另外，我们玩家不需要真的跑到石头旁边，只要确定 BOSS 冲撞的路线会撞到石头就可以了。这个阶段至少要引导 BOSS 撞掉2个陨石，因为最后没有被撞掉的陨石在机制结束后会自动爆炸，它会造成全地图高额伤害，如果剩余2个以上，有可能会造成团灭。再来要介绍的同样是很危险的招式黑洞。这招要释放前一样会先触发月系黑洞，这招 BOSS 会疯狂把所有玩家吸到他身边。技能要结束时会触发金圈范围攻击，最后这个攻击伤害极高，被打到会直接秒杀。正常的应对方式是利用前面的月系机制，被指定的2名玩家，一个远离 BOSS 跑越远越好，另一个待在 BOSS 脚下，以这样的方式来生成传送门。接着等黑洞机制快要结束时，大家赶快跑进传送门来躲避金圈攻击。另外，我这边也提供一个自救的方式。假设来不及用传送门，或者根本没人要跑机制，我们可以利用启动回马5重的效果，在金圈攻击要释放的前一刻，抓准时机使用来成功闪避。不过黑洞最后的金圈攻击速度算蛮快的，如果要用这个方法，自己要特别留意时机。我是选择不得已的状况再做使用。顶过黑洞之后，接下来这招非常考验全队的手脚速度，飞星6连。在使用这招之前，一样会先出月系机制，接着正关口会在我们要保护的橘球旁边丢下6颗小陨石，大家必须在第一时间就把它们搬走，避免橘球受到伤害。这里可以利用传送门来快速搬离，当然不用传送门直接搬也可以，但重点是全队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开始动作，因为读条结束后，这6颗小陨石都会造成大范围的爆炸伤害。我们必须快速搬到场边，确保不会伤到核心机制明光，同时也要避免自己被爆炸波及。另外，第一阶段最后要留意的是正关口的红光攻击碎日追击。这招 BOSS 会瞄准中心点的橘球进行攻击，我们需要第一时间上前卸势来阻止 BOSS。但这招 BOSS 很容易突然鬼转，就跟马路上一些奇怪的人一样。为了避免他突然鬼转打到橘球，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在 BOSS 跟橘球的路径中间随时站几个人来帮忙卡着。以上就是第一阶段正关口的重点机制。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第2阶段 BOSS 午餐。这一关最核心的重点在右上方的圆圈图示，这里会显示3个杀意机制。这场战斗我们需要依照机制把它们一个一个拆解掉。只要3种杀意全部清除 ，BOSS 就会被强制控场一段时间，这也是我们全队能爆发输出的良好时机。这里先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，这3个杀意机制的出现顺序是固定的，而且固定每隔1分钟就会触发下一个机制。所以接下来我直接依照实战的出招顺序来帮大家做拆解。首先我们会遇到的是第一个杀意机制圣旨道 ，BOSS 会在场地的中间召唤出2个巨大的圣旨，圣旨周围会有绿光区域。
踩进去会持续造成伤害，并且玩家站在绿光里面一段时间后，角色会被强制下跪。这个下跪的动作非常关键，它是1分钟后我们用来躲避致命机制的重要手段。在这1分钟的期间，我们会先遇到 BOSS 释放的小招索命追魂圈 ，BOSS 会随机指定3名玩家脚下出现大范围金圈，接着依序投出电圈攻击。这招除了落地后会向外扩散，还会在地板残留着持续性扣血的雷电区。应对方法：第一时间被指定的玩家立刻离开团队，分散跑向地图边缘处闪避电圈。躲完这个小招之后，1分钟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。BOSS 会马上触发杀意机制无常索命 ，BOSS 身边会突然出现白色纸钱，并瞬移到地图中间。这招在技能读调到8成的时候，就会把全部玩家强制吸过去。我们必须在读调到8成之前走到圣旨的绿光区域触发强制下跪。如果读调结束前没有下跪，则会被吸到 BOSS 身边直接秒杀。只要这个机制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死亡，就会成功破除圆圈图示左上方的家族杀意。解决完无常索命之后，再经过1分钟的间隔，就会出现下一个杀意机制飞羽追魂。技能释放前 ，BOSS 身边一样会出现白色纸钱，并瞬移到地图中间。接着会随机指定2到3名玩家头上出现红色图标，被点名的玩家会连续受到远程的羽毛攻击。这时候你必须快跑来闪避羽毛，并把攻击过来的羽毛引导到圣旨的后方，利用羽毛回收时的路径来划破圣旨。只要场上的2道圣旨都被成功划破，就会破除圆圈图示下方的朝廷杀意。同样在经过1分钟的间隔后，就会释放下一个杀意机制哭丧电网。BOSS 会在场地中召唤2组不同颜色的法杖，只要同颜色的法杖靠近彼此，就能在中间生成出电网。第一时间我们需要赶快把同颜色的法杖分离，来断掉 BOSS 的范围伤害与回血机制。处理好法杖之后，大约经过1分钟就会出现杀意机制外敌入侵 ，BOSS 会召唤出一只有尖叫能力的鱼图鸟来进行攻击。这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刚刚分离的法杖重新组合成电网，并且利用鱼图鸟的冲撞攻击引诱它撞到电网上面，它就会被强制控场。接着我们要尽快集火将它击杀。如果一波打不死，控场结束后，鱼图鸟会瞬移回原本的地方，重新进行冲刺。这时候被指定的玩家就要再次引诱它撞上电网。如果鱼图鸟的冲刺攻击没有成功撞到电网上，每次冲刺后它都会接续使用一次全地图的尖叫攻击，并且身上会叠一层增伤的 buff。所以尽量第一次就让鱼图鸟撞上电网，不要让它有机会使用尖叫攻击。只要成功将这只鱼图鸟击杀，就会破除最后的外敌杀意。3个杀意机制都成功破除后，会自动触发杀意消散 ，BOSS 就会暂时缩小，并且被控场一段时间。这时候就是火力全开输出的良好时机。到这里，午餐的重点机制就全部拆解完毕了。后续的杀意机制又会从圣旨到重新开始。最后总结一下这2只网的攻略重点。第一阶段的正关口，我们可以把月息当作预警系统，借此提前判断出 BOSS 是不是要出强力杀招。第二阶段的午餐，则是牢记每1分钟左右触发一次杀意机制，只要掌握好这2个关键的出招规律，就能在实战中精准预判 BOSS 的动作，让整场战斗打起来变得轻松许多。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Somi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